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主要分享科学上网相关和手机、电脑软件的使用技巧。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这样的话，我有视频更新的话，它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上个视频呢，小马给大家送福利，就是这个8K 机场送福利，送的是就这个视频。然后呢，现在小伙伴们的留言已经96条了。然后我们是明天，也就是4月13号，当时说的是4月13号公布抽奖结果，15名送15名会员哦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小马给大家还是2部分内容。第一部分内容呢，还是给大家送福利。这次呢，小马还是规则的话，就是还是我要中奖。然后呢，小马加了一条，评论数超过100条。然后呢，就是3天后，4月15号公布抽奖结果。但是呢，我把名额增加了35名，怎么样？35名结果啊，只要超过100条，我将抽出35名高速会员。就是现在用的这个机场，就是还是上面这个机场嘛，就推荐的这个机场，一样的机场。这个视频我送出的，上个视频我送出的是15名，这个视频呢我送35名。大家不要忘了，4月15号是我的电报群抽月卡的日子哟，抽月卡。怎么样，小伙伴们激动吧？想进，当然呢，这个领奖的话也是要进电报群才能领奖啊，就是你能联系到我就行。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进电报群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。第二部分内容呢，就是因为有小伙伴们给小马留言说是要刷一个这个飞讯 N1 盒子的软路由，小马呢刚刚也做完了这个详细的教程，应该是说起来是最详细的吧，从怎么安装、怎么接线，全部都有，非常详细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刷软路由准备的东西吧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飞讯1的盒子的所需要的工具啊，一个是这个双工头的这个数据线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买的时候厂家会送了。一个是这个，还有就是一个 U 盘。8G 的，一般8G、16G 的、16G 的都可以。然后就是这个飞讯1的盒子，我们到底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一个网口电源，然后一个视频线，2个 USB， 然后呢就是要一个5口的交换机，千兆的，这个是京东上是42左右吧。这个是全新的话是连盒子，然后双工头。还有它的电源线一共是110吧，新的话是112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在京东是42，在拼多多还便宜一点，加起来的话一共是也就最多150块钱嘛。这是需要的买到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要在家自己准备的，如果有网线的话，要准备的是4条网线，一个是从官猫来的线，然后呢，一个就是1条、2条、3条。为什么要准备4条呢？因为是4条是我们从官猫来之后插交换机，插1口，然后交换机之后再出来一个给我们的现场用的路由器，这是第2个。然后呢，给我们电脑第3个，然后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盒子4根，所以说一共准备4根网线就可以了。下面呢，小马教大家如何具体的刷机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现在开始接线，就是我们把交换机安装完成之后，然后这根线是取官猫来的，然后呢这一根线是取我们的电脑的，这根线呢就是取我们的这个盒子的，就这根。我们这个 N1 盒子的就是这个。我们 N1 盒子的话，然后插上电源，刚才取我们的交换机来的网线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连接，我用的是我家电视的这个视频线。这样的话，现场的东西我们都接好了。重点就是这里，就是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来官猫来的线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去电脑的，
这个是去电脑的，这个是就去我们的盒子，这个就是去我们盒子的。这样的话我们都接好之后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电脑的软件怎么刷 U 盘。然后呢，电脑上准备的东西也就是这个，然后就是有一个 N1 工具，有 N1 工具打开之后有2个工具，一个是这个激活盒子的 U 盘启动，一个是 N1 盒子的降级工具。然后呢，另一个就是我们准备的固件。这个固件的话，后期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从哪里下载，找到最新的。然后呢，再一个就是烧录 U 盘的一个工具，写 U 盘的工具。然后呢，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具体详细的怎么做。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，这个写盘工具的话是要安装的，安装之后就是这个界面。我现在打开它，打开它之后呢，我们把我们的 U 盘插到电脑上，插到我们电脑上的话之后，然后我们选一下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 U 盘强制格式化的工具，双击打开它。打开它之后，它会直接选取你插的 U 盘，就是我这个8G 的。我们选择这里启动设置，点格式化，直接选这个重置磁盘。你也可以直接在重置磁盘，我们点强制格式化，可以，然后点是就可以了。我们等一下，大约10几秒吧，应该就是格式化完成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格式化完成之后，我们点关掉。然后如果说你不想用它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里打开你的电脑之后，右击格式化就行，格式化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快速格式化，勾上它就可以了，速度也很快。这个是呢，我们把 U 盘格式化之后呢，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写盘工具，它会自己识别你的 U 盘。我们把盒子的这个固件拖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或者是你也可以点这个加号来识别。现在它已经识别了675兆，你也可以点这个加号来识别，完全没问题。这个看哪个方便哪个来。然后呢，固件 U 盘已经识别了，我们点最后一个就可以了。现在点是。正常的话，它就会在这里再写就可以了。我们等待大约，这里我们可以看见100%的时候就是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大体的等一下它有多长时间。好了，它写盘的时候呢，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，就是我这个固件，从哪里下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网址，到时候我也会提供给大家。也是在恩山无线论坛上找的，到时候我把网址贴在下方黄面可以自己去下载。打开这个网址，打开之后呢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往下滑，它就是默认 IP 是 1.1， 密码是 password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往下滑，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，其他的这里 N1 盒子 U 盘直刷包，我们点它，是百度网盘里的链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打开它的直刷包。这里面就是 N1 盒子的直刷包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选一下它的修改日期，看到没有？我下的是这款4月6号的，我当时是4月几号刷的呀？它特别早，反正它这个更新最新的，我下的是这个，直接点击下载，下载之后呢就可以了。下载之后呢就是这一款，它这里面有2个4月16的，但是这2个具体有什么区别的话，我也没有研究，我直接下的第一个。我觉得用的这个就非常好，就可以了。它这里说明的话，要大体提了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哪里啊？记得好像看了关于加版和加欧版的区别，这个是大家小伙伴如果重点关注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我具体我没有看，我就是用的它这个下的第一个。我都用的这个，我筛选出最像日期之后呢，我就选的这个，直接点的下载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返回看一下它这个，现在这个烧录软件的已经到这里了。这时候呢，如果它弹窗任何报错的话，我们都不用管，它现在检查一遍，我们可以看，稍微等一下它57。65、69哈，也是很快的。现在的话，它会马上有一个弹窗，直接给它关掉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里它有一个报错，或者是
它出现任何弹窗的话，你都不用管，直接给它关闭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 U 盘已经，或者它让你格式化 U 盘，你也不要动，也不要格，我们直接把 U 盘退出就可以了，或者直接拔掉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打开电视它会自动识别我们的盒子信息，因为我们插上你看天天链什么什么这个序列号吧，应该是设备带线。正常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联网了，它就会自动获取一个 IP 地址。这个地址呢，大家要记一下啊，192.168.1.9，我记一下1.9，这是我们的地址。然后呢，我们把鼠标插在盒子上的任何一个 USB 插口上，我们选这个固件。固件版本的话，这是 V2.23 的话，我们双击它4下，点击它4下，1、2、3、4，看这里 ADB， 正常的话，我们是要打开 ADB 的这个线刷模式，1、2、3、4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它就打开了。打开之后呢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拔掉这个盒子的视频显示线了。我们刚才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盒子的 IP 地址是192.168.1.9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双工头的这个 USB 线插在挨着这个HDMI 的这个视频线的边上的这个 USB， 我们插上它之后，这是一头，这另一头的话插到我们的电脑 USB 上，插到电脑 USB 就可以了。插上双工头数据线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工具箱 N1 盒子的这个工具箱，我们找到官方的降级工具，我们选一下 1K 这个，然后打开它之后一个 Run， 双击运行。运行之后呢，我们选择，因为我们是 N1 嘛，我们选择2，回车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按盒子的获取到的自动的 IP 地址192.168.1.9，我们点一下回车。回车之后呢，它会自动连接，我们看它会提示正在通过网络进行对这个 ADB 连接。之后呢，第2次连接，它会连接3次，好像2次，我们稍微等它一下，第2次也成功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按任意键对 N1 盒子开始降级，我们点回车或者任意键都可以。降级的时候呢，我们点它之后呢，稍微等它一下，我们先不要动。你看这时候呢，它已经正在读写了。OK， 当它出现这个的时候呢，那么 boot 分区降级完毕之后呢，盒子重启中，我们就可以关闭了。刚才呢，我们通过线刷把盒子降级，现在呢，线刷不用了，之后我们把线刷取消，然后把我们的刚才写的这个 U 盘插在这个视频线，看到这里。视频线紧挨着的这个插到这个 USB 口里，可以看一下，插到这里。插到这里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再回电脑上，然后我们用软件设置一下 U 盘启动。刚才呢，我们把 U 盘插上之后呢，小马教大家如何设置 U 盘启动。我们打开我们的 N1 盒子工具箱，然后呢和 N1 的话工具，然后找到这个N1 盒子激活 U 盘启动工具，我们把它打开解压之后呢，我们选择这个 N1 盒子激活 U 盘启动，双击打开它，然后呢这里输入我们刚才还是这个盒子的 IP 地址 192.168.1.9，按回车。正在通过网络进行刷，这个也是呢 OK。盒子正在重启中，4窗口可以关闭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 U 盘启动就好了，没问题了。这时候就成功了。然后呢，下一步呢，就是在我们的显示器上来设置一下这个 IP 地址，改一下。我们接下来去看电视吧。我们在电脑上设置完 USB 启动之后呢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鼠标接到我们的这个盒子的另一个 USB 口上，就是紧挨着它的。我们接上之后呢，然后我们把视频线接在这个口上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盒子的信息了。当我们接上显示器之后呢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它已经在跑码了。如果说你没有看到显示器它在跑码的话，你就把盒子断电重启。重启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输入。
点一下回车，它会出现这个 OpenWRT 的时候，看这里出现它的时候，就是证明我们的这个盒子设置成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输入呢，跟小马给大家介绍的虚拟机的代码一个样 ，vi 空格 etc 斜杠 confij 斜杠 network 点回车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看掉了上面的 IP 地址。我们就是跟这个虚拟盒子一样了，我们把这个摁向下的箭头，把盒子这个 IP 地址改掉。它这里显示的是 1.1， 还是摁 INC 这个键，然后我们选它之后删除，改成我们想要的 IP 地址。改完地址之后呢，我们改一下这个输入这个 ESC 键退出，点一下它，然后按 Shift 加冒号，点 WQ， 点上回车。回车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等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双击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双击的话，你会看到屏幕的下方出现了一行这个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证明我们的盒子已经设置好了。然后我们选 REBOOT 点回车，等待重启就可以了，跟这个虚拟机设置的完全一样。我们可以等一下，它自动重启。重启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马上重启了。稍微等一下，给有一个10几秒的时间吧，它会自动重启。你看到没有？它现在已经正常跑码重启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去，看到没有？它会显示这个界面。显示这个界面之后呢，它会自己马上的重新跑码。看到没有？它就会自己跑码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自己跑的码。跑码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显示器断掉，然后我们去电脑上来开始进入这个 OpenWRT 的后台开始设置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到电脑上看一下它这个官网，就是它这个恩山论坛的这个我们地址。这个网址呢是需要翻墙才可以进的，小伙伴们注意一下啊，这个网址是需要翻墙的。它会提示你的默认密码是 password， 可以复制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输入我们设置的 IP 地址 192.168.1.88， 这是刚才我设的地址，然后点回车。回车之后呢，将会出现这个界面，然后用户名是 root， 这个都一样，然后密码的话就是粘贴登录。只要到这个时候呢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界面就设置成功了。然后呢，小马还是跟虚拟机设置的一样，教大家怎么设网络。然后我们可以网络接口，接口的话这里改一下，我们修改，跟虚拟机设置的完全一样。然后就是这个，这是我们的盒子的 IP 地址。网关的话就是 192.168.1.1， 然后呢 DNS 的话也是默认的这种 192.168.1.1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往下，其他的不用动啊，这个其他都不用动。我们往下把这个基本设置的话，直接点忽略就可以了。这个什么高级，把这个动态 DHCP 给它关掉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基本设置给它忽略就可以了。IPv6 呢，我们也不用，点禁用，点禁用。这个时候呢，点击保存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，如果小伙伴们想用这个盒子的路由器功能的话，这里有一个无线。如果你不想用的话，你可以给它关掉；如果想用的话，就打开它。就是你设置完节点之后呢，它会自动发出这个 WiFi 信号。当时这个是没有密码的，你可以设置啊，这里可以设置，你就可以 WiFi 手机连接它，就可以科学上网了。盒子呢设置呢大体的也是这里，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它的插件 SSL Plus， 然后就是那个 Open Class 都有。然后呢，小马教大家如何来设置一下虚拟盒子的上网软件吧。那我们还是以这个 SSL Plus 吧，打开它，
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机场，打开我们的讯云机场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复制 V2Ray 的对应链接，点复制，然后呢我们再粘过来，粘到这里，找一个服务器节点，选它，然后呢这里它会支持 SS2 V2Ray Trojan 对应链接，点复制，点粘贴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我们选一下这里更新订阅列表，点它，它就会锁定了。然后我们点这里更新所有订阅服务节点，点它，等一下，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着代理的啊，如果你更新不了节点的话，你就把代理打开。这个时候呢代理打开之后呢 OK 更新节点成功，我们挑一个网速好的吧，还是小马测试的俄罗斯的这个点，我们点击应用，选应用之后呢我们就后退，然后我们上这里来客户端，点它，点它之后呢等一下，哎，这里就是已经运行中了，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实行了。我们点击保存并应用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正常访问了。然后呢我们可以先在点这里的状态，我们实验一下，点状态，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谷歌 OK 正常连接，百度正常连接。然后呢我们要返回我们的电脑，返回电脑的这个网络，右击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，就是Win7的话就是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，Win10的话就是打开网络和 Internet 设置，然后我们选择以太网。以太网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更改适配器配置，选它，然后找到我们的以太网，双击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IP 地址是多少，192.168.1.3，就是跟以前讯息机设置的一样，完全都一样。然后属性，然后我们这个协议4版本4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IP 地址改成192.168.1.3，然后呢我们这个网关字母页码不用改，这里注意一下，网关的话还是设成我们的盒子的地址192.168.1.88，DNS 也要改一下192.168.1.88，也设成我们盒子的地址就可以了。我们点击确定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V2Ray推掉，我们就可以科学的上网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科学的上网了。我们可以科学上网之后呢，如果小伙伴们想用 OpenClass 的话，后期的话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来用这个 OpenClass， 因为 OpenClass 有一个这个自动分流的功能，特别强大。后期的话我会出一期视频专门介绍它的。然后呢就是这里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小马的赶紧的订阅吧，拜拜。